莫斯科遭遇第6次空袭，萨拉托夫发电厂陷入火海，乌军战机毁俄安全局指挥部，别尔哥罗德1天内遭2次空袭，攻击俄罗斯9大地区，伊万诺沃化工厂大爆炸，乌军摧毁赫尔松据点，俄军偷袭进入苏梅4个村庄，德第45装甲旅正式成立，驻防俄边境。德国解除对乌克兰远程武器限制，或已向其提供金牛座导弹。波兰加速建设东顿防线，对抗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威胁的700公里铁壁防御。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空袭力度再度加大，重点锁定了莫斯科地区。莫斯科的拉缅斯科耶遭遇了新一轮攻击。开源情报技术报道，当地时间5月27日夜间，乌克兰军方发射了无人机作战群，向莫斯科东南方向的拉缅斯科耶地区发动袭击，随即爆炸声与浓烟弥漫的画面充斥了俄罗斯首都的夜空。目击者透露，空袭引发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战斗声持续至深夜。视频中闪烁的火球与浓密的黑烟交织，几乎让整个莫斯科都能感受到袭击的震动，尤其是莫斯科州的布隆尼奇一带也未能幸免，发生了数次爆炸。值得一提的是，这2处地点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不到50公里，可见这次空袭让当地居民的感受极为强烈。而在随后的俄罗斯官方通报中，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确认，防空部队成功拦截了一架飞向市中心的无人机，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分析人士指出，这次袭击可能是莫斯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遭遇的第6轮空袭，而这些空袭的频率和规模似乎在逐步升级。不仅莫斯科，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市也遭遇了不小的打击，当地的特兹乌火力发电厂突发大火，厂区被浓烟笼罩。萨拉托夫地处距离乌克兰500公里之外，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尤其是其中的恩格斯军用机场曾多次成为乌克兰空军的打击目标。3月时，恩格斯机场遭遇了重创， 60% 以上的区域被摧毁，油库也完全被毁。据路透社3月20日报道，恩格斯机场为苏联时期建立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内部驻有图波列夫160型短棍图160核战略重型轰炸机，俗称白天鹅。恩格斯基地在遇到袭击后传出大规模爆炸震波，摧毁了附近的建筑物，在猛烈的火势之下，巨大的柱状烟雾升向空中。当时乌克兰国防部也证实乌军袭击恩格斯基地，强调俄军也利用恩格斯基地攻击乌克兰。此次乌军使用了 PT-2 和柳提1无人机进行袭击。而如今，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远程目标的攻击能力逐渐加强，萨拉托夫或许再次成为乌军的空袭重点。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对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关键地区的空袭将进入常态化阶段，战局的紧张氛围也将进一步升级。近日，乌克兰空军再度突破俄罗斯防线，继续在别尔哥罗德地区展开猛烈打击。乌军还在此地击毁了俄罗斯安全局的指挥部。据一些俄罗斯的军事频道披露，当地时间5月26日左右，乌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飞抵俄罗斯别尔哥罗德赫洛托维区域，这里正是俄罗斯安全局 FSB 的指挥中心所在地。经过精准侦查后，乌军确定了目标坐标，迅速发射了3枚制导炸弹，成功摧毁了俄罗斯安全局的指挥部。爆炸现场可谓震撼，5次巨大的爆炸引发了剧烈的火灾，浓烟滚滚，直冲云霄，火光与浓烟覆盖了整个别尔哥罗德上空，画面异常震撼。
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别尔哥罗德24小时内的第二次遭遇乌克兰空军的精准打击。前不久，另一架米格29就已经摧毁了位于科金卡方向的俄军指挥部，而在此之前，亲乌克兰的武装力量还破坏了新奥斯科尔的铁路，成功炸毁了俄罗斯军队的一列补给列车。随着战斗逐渐向俄罗斯边境蔓延，乌克兰军队在空中火力支援下依然保持强劲的进攻态势。别尔哥罗德与库尔斯克等地的战斗持续激烈，乌军的行动似乎没有停歇的迹象。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也不断升级。最近，乌军无人艇编队悄然突破塔尔汉库特半岛，直指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并与俄军展开了剧烈的海上交火。尽管详细战况仍不明朗，但早前的空袭已经让俄军的多个军港和机场暂时停运，防空系统全力应对空中威胁，防线显得岌岌可危。除了战术行动，乌克兰空军的装备也在不断升级。荷兰政府日前公布了向乌克兰交付最后一批 F-16 战机的画面，标志着荷兰履行了承诺，向乌军提供了全部24架 F-16 战机。这些先进战机将成为乌克兰空中打击力量的有力补充，为接下来的攻势提供更强的支持。当地时间5月25日，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曼斯表示，除了提供战机，荷兰还为乌克兰培训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并分享军事理论，以便乌克兰能够创建与北约成员匹配的现代化武装力量。除荷兰、丹麦外，比利时、挪威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4国总计提供95架。拜登政府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一个中队的 F-16，而此前川普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废弃的 F-16作为器官捐献者，为乌克兰 F-16提供零部件。法国则提供了幻象2000-5，这让乌克兰同时装备2种北约战机，对后勤是不小的考验。这些国家提供 F-16的速度，除了和乌克兰飞行员的训练进度有关，还和本国接收装备 F-35替代 F-16的速度有关。除了2种战机外，瑞典提供了2架萨博预警机，也正在测试。预警机是未来乌克兰建立类北约的空军体系的中枢大脑。乌克兰最近一轮的空袭行动堪称规模空前，不仅同时对俄罗斯9个地区发起了远程打击，还成功突袭了多个关键目标，令外界对战事的变化感到震惊。最新消息，伊万诺沃的军用化工厂也在遇袭后起火爆炸。Marsh 的报道称，乌军的无人机还在28日凌晨突袭了伊万诺沃州的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化工厂，随即引发熊熊大火，导致工厂起火并发生爆炸，现场黑烟滚滚，远远可见。这个袭击也是伊万诺沃5天内的第2次空袭。更早之前，5月23日前后，乌克兰的无人机曾对该地的2457号空军机场展开攻击。显然，乌军在远程打击的力度和范围上都有所升级。与此同时，俄罗斯弗拉基尔州的穆罗姆地区也未能幸免，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一家精密仪器制造厂。而在沃罗涅日州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方向也传出了重工厂遭无人机空袭的消息。此外，卡卢加、坦波夫、夏诺夫哥罗德以及亚罗斯拉夫尔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加上之前遇袭的莫斯科和萨拉托夫，等于乌克兰又同时对俄罗斯的9个地区展开了密集的行动。如此规模的空袭行动背后显然是乌克兰在战略上有了更为精准和多样的打击计划，尤其是在2025年之后，乌克兰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同时攻击多个目标，频率和强度有了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宣称击落了99架无人机，但没有详细列出具体数据，给外界留下了不少疑问。而俄罗斯无人机的产量也在逐步提高，乌克兰随之面临新的压力。泽连斯基为此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增加拦截型无人机的专项资金，并计划为弹道导弹项目单独划拨预算。另外，根据乌克兰的信息，
俄罗斯再次使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群。乌克兰军方表示，在本次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共使用了355架无人机和9枚巡航导弹，这364枚飞行器，这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其中233架无人机被击落，55架被雷达干扰，所有9枚巡航导弹也被击落。然而，至少有15架无人机要么到达目标，要么在坠机中损坏了基础设施。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的支持也在持续加码。瑞典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4.43 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其中9200万欧元将直接投入乌军的国防工业。而拉脱维亚防长则透露，已经向基辅交付了1500架新型无人机，预计到上半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2000架。另外，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取消了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允许对俄罗斯领土进行远程打击。德国总理梅尔茨对此说道，无论是英国、法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不再有任何射程限制。这意味着乌克兰现在也可以通过攻击俄罗斯的军事设施等方式进行自卫。直到不久前，他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极少数例外，现在可以了。一个只在自己的领土上与敌人对抗的国家是无法充分保护自己的，而现在乌克兰的防御也针对的是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基础设施。我们非常重视保持这种状态。此外，梅尔茨还强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的必要性。泽连斯基周三将访问柏林，预计德国将提供100至150枚金牛座巡航导弹，与英法风暴阴影 Scare-1G 巡航导弹相对应。德国金牛座 KEPD-350 巡航导弹射程超过500公里，可携带481公斤掩体破坏弹头，并能与苏 24M 和 F-16兼容。最近的俄乌前线局势仍在激烈变化中，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战区。乌克兰在南部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成功摧毁了一个俄军据点，这为他们的反攻带来了希望。同时，战场局势也在不断变化。洛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5月26日前后，俄军向苏梅一带发动突袭，并一度攻入了当地的4个定居点，他们分别是诺文克、巴斯夫卡、维谢利夫卡和朱拉夫卡。幸运的是，4个村子的面积并不大，由于乌克兰提前疏散了当地居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尽管如此，乌军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迅速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甚至对俄军进行了有效反击。乌克兰的总参谋部表示，战斗虽然仍在进行，但俄军已经遭遇了显著的损失。与此同时，俄军在哈尔科夫战线的攻势也没有停歇，尤其是在沃夫昌斯克一带，俄军正进行着猛烈进攻。乌克兰第57旅正顽强防守，目前俄军尚未突破防线。不过，可以预见，随着夏季的临近，俄军的攻势可能会更为猛烈，乌军在多个前线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在南部战场，乌克兰海军陆战队飞沙部队在赫尔松地区成功击毁了一个俄军据点，并重新夺回了多个阵地。此外，乌军的无人机部队也在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摧毁俄方关键防空设备方面。最近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击中俄军的托尔防空系统，打击效果显著。最后，从国际角度来看，欧盟的能源政策也正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欧盟决定永久关闭象征俄罗斯对欧洲能源控制力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或许意味着未来欧俄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些信息来看，虽然战斗依旧焦灼，但乌克兰的反击力度并未减弱，而俄罗斯的攻势虽然持续，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夏季战斗的加剧，局势如何发展将会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持续威胁的背景下，
德国陆军第45装甲旅，又称立陶宛旅，于2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正式成立。该装甲旅是应立陶宛要求，由德国派遣，作为保卫北约东翼的核心作战部队，旨在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同时标志着德国自二战以来首次将兵力常驻海外，凸显了柏林在加强对北约东翼承诺方面的决心与行动。综合媒体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和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前往立陶宛，出席了德军立陶宛旅成立仪式。莫茨在仪式上说，波罗的海盟友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保卫维尔纽斯就是保卫柏林。当天的仪式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大教堂广场举行，数十架军用直升机在空中呼啸而过，数百名军人和观众冒雨参加了活动。立陶宛总统基塔纳斯·瑙塞达在会见莫茨后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是充满信任、责任与行动的一天。德国军队以前由8个旅组成，现在增加了驻扎在立陶宛的这第9个旅。该旅计划常驻立陶宛的维仁纽斯，这里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30公里。目前像营房、新道路等一些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中，铁路线正在延伸至该旅主要基地鲁德宁凯军事训练区。目前，该旅参谋人员和初步支援部队已抵达当地。到今年年底，德国士兵总数将达到500名。这支部队预计2027年达成完整战力规模，到时会有4800名官兵和200名文职人员。与此同时，立陶宛本国也正在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为此已订购了44辆德国制造的豹 2A8 主战坦克。驻立陶宛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旅也将使用同类型的坦克，这将有助于两军之间的合作。近期，德国方面表示，西方国家已完全放开对乌克兰远程武器援助的限制，尤其是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不再设置任何障碍，允许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远程打击武器。此言论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外界普遍猜测德国是否已经向基辅秘密提供了备受瞩目的金牛座巡航导弹。路透社报道，在当地时间5月26日的采访中，德国总理梅尔茨明确指出，西方已经不再对援乌远程导弹设限，并强调这种武器援助是为了确保乌克兰能够进行完全自卫，甚至能够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军事目标。这一表态让外界对德国是否已经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报道，柏林目前采取战略模糊政策，为公开具体的援助武器清单增加了外界的猜测空间。金牛座导弹是德国现役最强大的巡航导弹之一，总重高达 1.4 吨，拥有极强的穿透能力，可以突破36米的土层，甚至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这使其成为对付深埋或高防御目标的理想武器。根据西方情报分析，乌克兰很可能会利用这一导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等重要目标。未来几周，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乌军是否在战场上使用这一强力武器。俄罗斯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反应，警告德国的这一举动将加剧局势紧张，甚至可能引发核冲突的风险。莫斯科的反应进一步凸显了金牛座导弹在当前局势中的战略重要性。此外，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还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套额外的 IRIS-T 防空系统和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乌克兰近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空中威胁，这些援助将极大地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在周3抵达柏林，与梅尔茨举行会晤，讨论未来的军事援助计划及停火谈判事宜。同时，德国还计划与乌克兰共同研发远程武器，这一合作尤为关键。此外，近期基辅推出的 FP 无人机也被认为可能与金牛座导弹相关，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乌克兰武器研发及其战略意图的关注。这一系列动作无疑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的进一步升级，而这一升级无疑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威胁不断升级，波兰在北约东翼的防御战略迎来了全面升级。波兰的东顿防御工事计划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与两国接壤的边界地区展开，目标是建设一条长达700公里的防线，守卫波兰的国土安全。据媒体报道，波兰政府对当前的安全局势高度警觉，已投入大量资源建设这条防线。为了确保防御设施能够迅速投入使用，波兰不惜动用大量消波块作为反战车设施，并在边境布设雷区，设立避难所与射击阵地，同时同步进行多达30个建设工地的施工。这一雄心勃勃的工程背后，有着波兰政府强烈的战略意图。尽管波兰已进入混合战争状态，波兰依旧处于主动防御位置，早早启动了东顿计划。该计划不仅涉及边境防线的建设，还包括了侦察、预警、防化、后勤支援等多方面的综合防御体系。而对于这一大规模工程的资金投入，波兰政府并没有依赖单一来源。去年宣布的国家预算中，波兰专门拨出约100亿斯罗提用于初期建设，另外还可利用欧盟的欧洲防务白皮书资金，进一步保障建设资金充足。更令人关注的是，东顿防线还特别设计了应急桥梁系统，每4座现有桥梁之间就会有备用桥梁，而对于宽度达到100米的溪流，每10座桥梁中就有1座备用桥梁。这种以备不时之需的设计，彰显了波兰在应对潜在威胁时的高效准备，确保在敌方进攻时能够迅速恢复交通，保障军队和民众的生存空间。即便这项建设工程一度引发民众的担忧，担心私人财产被征用或居民被迁移，但波兰政府迅速澄清，所有工程主要建设在国有土地、军事设施和地方政府财产上，最大程度保障了民众的利益。东顿计划的背后是波兰在大国博弈中的主动出击，而这一战略布局无疑将为波兰及整个北约东翼提供更坚实的防线。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